好，你刚刚特别提到说，当中也编了一些癌筛的药了，哎，不是药啦，癌筛的预算86亿。然后呢，健康台湾，我听到赖总统也，因为他医生出身的，所以他也一直在那边讲这个健康台湾这个东西。所以癌症筛检以及癌症的治疗是健康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吗？那为什么会特别是挑癌症？为什么不挑其他病？癌症是现在对我们生命威胁最高的，所以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就是癌症嘛。癌症问题如果能够解决，就解决我们大部分的问题。那剩下就是三高嘛。我们现在两大嘛哈，一个就是癌嘛，另外就是三高嘛。那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，那也是赖总统哈非常重视的两块。哎，我还蛮高的，我想请问我这个年纪这么高是正确的吗？是正常的吗？你没有讲你多高？胆固醇200多，哦，太高了。哎，吃药就好啦。我就不喜欢吃药啊。哎，怎么会节目变成我个人健康咨询？有没有？因为现在这类的药都算是蛮进步的。好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如果你可以尝试一方面对饮食做好控制，运动加进来，那如果没有办法很快让它往下降，那就要配合药物跟医师的咨询。那我们着重癌症这一块啦，就是说处理了这一块，那现在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从前端筛检一直到后端的治疗。对，这一块的照顾就对了。对，这个对医疗界或对政府来讲是一个两头烧，非常压力非常大。就是说怎么说呢？大家都讲预防保健啊，这些东西就可以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，可以降低我们的死亡率，可以减少医疗费用。尤其医疗费用这一句话，医疗费用减少医疗，其实它可能是5年后，或10年后。它不会现在，现在会让这个费用突然变高，因为我在积极的去把病人找出来，那找出来自然要好好治疗嘛，那这些病人可能5年后、10年后变得很严重，变成3期、4期，要花很多医疗费用，但是5年存活率又非常的差，那我们现在0期、1期把它找出来了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以前没有去筛检出来的病人仍然在，这些医疗费用高的3、4期的费用仍然在，1、2期的治疗费用又出来，筛检的费用又出来，那整体医疗费用会增加很多。所以这段时间政府还是要积极去多找一些预算，给医疗界多一些的支持，让大家把这种癌症的筛检跟癌症的治疗能够做好。那怎么样子教大家去做癌症筛检？要做什么项目啊？现在我们大概4癌、5癌、6癌嘛，我们大概前4癌筛检嘛，从那个那个子宫颈癌、乳房那到我们的那个大肠直肠癌，到口腔癌，是以前传说中不是传说了，以前讲的4癌筛检。然后现在我们又增加了 low dose 的 CT 对肺癌。低剂量的那个检查。对，最近在推这个。对，那这个推起来也蛮成功的。我有做，我很乖。这样你为什么要做？你家里有？我没有。你自费？反正就健检就要不要做？好做。你不，那是5回耶了哈。一般我们在 low dose 的 CT， 我们要求是有2个嘛。我们现在2个目标群，一个是所谓的直系血亲里面，有过家族史的，这可以做。另外就是抽烟抽很多的，每包年30以上的那就可以做。那现在先做到这里，那未来可能还会再扩大一些，不过做起来效果很好。我们去年这样发现了大概800多例吧，那都是0期1期的。那其实那个大概你要知道，那个大概找到以后治疗也相对的简单，因为现在胸腔镜也是很进步。所以整个治疗的那种伤害很低，但是效果非常好。我们有几位非常有名的人嘛，像我们可以讲，我没关系可以讲，就陈恩健仁。陈彦副总在上次当副总之前，就是检查出肺腺癌嘛，然后那时候手术到现在生龙活虎一般，因为他自己也讲，所以我帮他讲没关系，而且他应该做全民的楷模的，对他应该当代言人，有没有？对，所以他就很好。
所以大家那种肺癌、肺腺癌变多，早一点在那个时候就检查出来，对大家帮助多大。对。然后另外一个新要做的新的，算是胃癌。好，胃癌以前我们大概说主要靠。胃癌多吗？胃癌很多，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发现还算我们胃癌的，就是每10万人的一个发生率大概有4.9，所以说大概列在第9位，但是它还算是被稍微低估，因为以前我们要做这个靠诊断都靠我们的什么胃镜以前很难吞嘛。我做过，很恐怖，我吓死了。那现在都是那个有趁大肠镜的时候一次解决，就打麻药，然后一次做嘛。所以相对他那时候做这东西都还算是做的人不算多，所以早被发现出来的可能还没那么多。如果我们真的去大规模去做的话，那可能会发现的更多。所以现在等于是有这个6癌的筛检，那前面4癌的筛检都有些是把年龄往下降，有些年龄就往上升。年龄往下降是希望能够更早发现病人，年龄往后升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所谓的余命变得越来越长。对，以前我们大概检查到70岁，那大概平均寿命大概只有70多一点，那就再做也没意思了嘛。那现在平均余命，尤其像女性已经到了84，所以你到70几岁做还是很有意义啊，它还是很有意义。所以把年龄降低范围，适应症变大，然后也希望说能够更有一些方法，能够吸引更多的病人，在检查出阳性之后，能够把追阳积极治疗，能够把阳追做好。了解。然后就是阳性的病，尽量快的找他回来看。那希望透过一套很完整的系统，阳追，能够让这个癌症病人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，达成我们赖总统讲的2030癌症的死亡率要降低1/3的目标。降低1/3，哇！那是一个世界工程啊！对，这是一个大工程呢。因为面对一个这么凶恶的疾病。对，好，那所以另外就除了这以外，那总统另外不是有癌症新药？对，我这样问100亿，癌症新药100亿，也就是在前端我们把一些严重找起来，可后端已发生的，已发生到中途比较比较严重的，我们也不能放任不管嘛。对，那所以他有这癌症新药100亿的想法。那癌症新药100亿的想法，就是说，本来我们都在疾病里面都在健保，可是健保里面我们总是大部分就是说，其实疗效很清楚的。疗效如果不够清楚，那很难被健保放到我们的健保给付的那种所谓的名单内了。名单内毕竟那是全民的钱嘛，大家付保险费出来的钱，你不能很难用国家的政策决定说，我要多付什么，那个要经过共拟会议，很多的一些专家，那还有一些民众、使用者或者付费者啦，大家一起的讨论。所以因为突破这样的困境，因为有一些药，它虽然没有办法到那么的有效，可是它因为新出来，所以那个所谓的真实世界的数据不完整。那因为这样子，我们要等。说我们等是无所谓，我没有得到那个病，我可以等。可得到那病的人，他不能等。可他不能等的时候，那个费用又很高，他又付不起。对。所以才那个总统才有这种所谓的癌症新药，我们由政府和公务预算来出这100亿。那把这些在这所谓的边缘的，及早把它纳进来。现在还没有被我们健保所纳进来，但基本上它已经有效果了。但是只是没有到我们健保的要求相对那么高的时候，我们就先可以付。然后付了以后，大概就是说，如果过了3年，它成效没有像它这么好，那可能就会把这给付取消，再给其他的新药。就有点像是学习英国的 NHS 健康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在保险跟自费之间，有一个 buffer， 有一个调节的功能，让一些新药及时进来，对及时需要的能够快速的解决它的问题。然后，所以这个癌症新药的这些费用也是在总预算里面的
对，刚刚讲那607多亿里面的内容里面。对，那明年我们是先编了这50亿，50亿，所以明年先拨50亿来专款使用，可是这个50亿也被这个在野党的立法委员质疑说根本就不是。他说他很聪明又很优秀，所以看得懂你们在里面搞些什么。说50亿里面其实根本都是有一半以上是旧的预算，所以你们根本没有达到新增50亿癌症药的这个目标。对，确实健保或者癌症给付这些确实是蛮复杂的，一般人大概都不太容易很了解了哈。这里面讲今年为什么编50亿？因为去年本来癌症新药就已经在健保里面用了25亿，那像这25亿的人，他今年、明年他还要不要用？今年他用了25亿，他今年就好了吗？没有，他不会好啊。对，他明年还要用啊。还要用。而且明年的25亿是去年的25亿拿来用嘛？没有，明年25亿还是要新编25亿嘛？对。你啥意思？一共是去年25亿，摕来今年用，我怎么知道25亿的用去啊嘛？今年我得要继续加。对。所以我得要编25亿，给我加，无我就无法多加。所以这样就达到了50了嘛。就25亿，另外有新的一个25亿。对。不然为什么讲100亿，现在才编到50亿？因为再过来后年115年的时候，原来去年吃那个25亿，跟明年吃25亿的那50亿都在，还要再吃啊？对，他不会说，你不能讲说你把以前的50亿拿来，没有，那已经用掉了。你要明白，它已经用掉了。那所以你必须要新编钱出来，了解。然后你又再编25亿给新的。对。那然后再过来一年，前面这50亿的还在吃，那25亿在吃。所以就总共是就75亿，那一年再编25亿，就完全满足赖总统讲的100亿。那然后再过来那4年过去之后，第一年再吃的，可能有一些就不用再吃了，有一些可能是无效，要退出了，然后又有新的又再进来，所以会这样子用100亿做这样的一个循环。它是一个滚动的状态，有的出去，有的进来。去年已经编了，可是对没有，就是说今年已经在健保已经有用25亿的癌症新药，那这些癌症新药就那个钱就已经用掉啦，他不会说今年有，等于是今年有编，所以明年那25亿还在，不会，病人都吃掉了。所以明年还要再新编25亿给今年有在用药的人。所以他其实是搞错了。他以为是说吃掉了就吃掉了，所以你要多出50亿来。伊看我听讲话是讲去年就编25亿啊嘛，你今年迄25亿你给它抽出来，然后再加25亿，然后就说编50亿你给它骗嘛。对。实在你无迄种本来钱，无迄本来迄钱用假掉啊，迄才新呢。了解。所以其实是委员有一点认知上的误差，所以才自己拍了一支影片。对，我刚才讲那样子才不太好，但就是不容易很了解啦，在健保这个体系好，所以其实健康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，就是降低这个，就是抓出早期发现癌症，然后并且这个予以治疗，因为癌症很多药其实都是很贵的，的确有听过一些例子，就是这个新药非常的贵，然后所以有些付不起的，没有办法吃得起的，所以这一部分就需要靠政府来帮忙。